说在这边呢哈，除了这个成人秀这边，这个的话是除了那个什么样的年纪适合看，就是18岁到100岁都可以看哈。我之前真的带过一个山东老爷爷，他就是79岁了哈，80岁的年龄，来到曼谷第一天就跟我说了，小张，那个跑跳的成人秀。你一定要带我去看哦！结果带他去看了，你知道吗？因为这边的秀是那种循环场。什么叫做循环场？就是你进去了，他一直都在演，从6点钟一直演到12点。可是你进去的时候，看到你再一次看到的这个节目，就说明已经看完了哈。可是那位老先生呢，看到别人都出来很久了，他自己还不愿意出来哈。后来我就叫他妹妹去找他，因为我不知道他坐哪里。他妹跟他一起去看，他妹知道他坐哪里，他妹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你很奇怪耶，人家都出来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打算出来？他说屁屁整，我不相信那个东西是真的哈，所以我都忘记了我是不是看到重复的了哈，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文化哈。大家好，我是小胖。我们早上起来了，今天的话是暹罗古城的行程。我们先吃早饭，然后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8点，我们8点半出发，所以我们先退房，所以还行。8点半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国内过来的人大家都可以接受。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第2天的行程了。现在是早上8点半，然后我们出发去那个暹罗古城的72府。那个地方呢，在北兰府，就苏万纳普机场下面。那个地方，小胖都没去过，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去看一下，好吧？我觉得泰国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蛮神奇的，而且是个那么大的一个景点。因为主要那个地方呢，交通不是很方便，基本上都是要自驾游前往。如果一般的游客，好好说，这个还没有办法前往。当然，我也没做过攻略啊，可能在曼谷会有大巴或者怎么样去那边，但是肯定是不方便那个地方。那今天刚好趁着跟团游啊，我们把这个比较稀奇的或者稀少的这个景点去逛一逛，好吧？72府古城哈，那这个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打卡的风景区。这个是一个72府的意思就是泰国在很早以前，就前泰国只有72府，那现在是一共有76府哦。所以这个景点是很古老啦。他那个时候就是把泰国所有的府的这个风景缩写在里面哈。很早以前都是泰国人在玩的地方，后来有游客突然到了那边，发现很漂亮，喜欢打卡，后来慢慢的在网络上就越来越红了哈。然后这个点的荣誉是在1972年哈。泰国的9世皇国王有用它来招待过那个什么英国的叫做伊丽莎白王妃哦，就它里面的建设都是代表泰国72府的一个风景，所以我们进去的话，它就是一个打卡的点。这个建筑的人呢，也是我们中国华人哦，叫做林国华我们进去的话，我们旅行团的话，一共给我们下5个点到时候我会带着你们，我们车也会跟着我们，然后我们的行程在里面吃饭，吃完饭的话就去哪里？就去帕提亚真理寺今天的行程大概就这样。那晚上的话有一个自理的一个兰波市场，我们自己去买菜，然后去给他做这样子到时候一步一步再教你们。那昨天好，我们到了第一个景点了，这个叫万佛之庙，反正就里面有很多的佛。这个地方之前小胖也讲了，小胖是第一次来，也没有见过这里，反正就基本上就是庙。大家在泰国大家知道，除了711就是庙，泰国就这么点东西。我们到前面去看看里面。在里面要脱鞋，这个在泰国买还是知道叫脱鞋，然后脱完鞋就可以进去，把鞋子寄存在这里。然后就从这里可以上电。哎呀，我们上去看一下。哇，里面好凉快，这里面也有空调。哇，好神奇！
啊，这好像都不一样，这每个都有说法。这个我真不懂，我来泰国那么久了，我还真不懂。这反正说起来都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嘛，千佛一面。这个暹罗古城72府呢，其实从字面上来就可以理解，因为泰国原先它分72个府。那泰国的府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省，就每个省类似于自有每个省自己的文化和建筑。比如说西安的话，就是什么大雁塔呀、古城啊，对不对？那像我们江浙沪的话，什么西湖断桥啊，就它每一个省它都有每个省特色。那么这个72府是什么呢？它用4:3的比例还原了每个府的一个类似于这个古建筑，或者说它当地一个特色的东西。那比如说大皇宫在这里，它也会有个4:3的一个缩小版，就其中的一个殿不是整一个大皇宫。那么这里也是一样。那么其实对于大家不懂的人来说，或者到泰国旅游来说，你会觉得泰国人都是一样，就跟很多老外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细分是每个府的文化。那么它这个地方主要是把泰国整个72个府的一个文化都融合在这里。然后原来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泰国本地人来的，那他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泰国的全庙。那么对于我们从国外到这里来旅游的，那就大家就看个大概，反正泰国都觉得不是711就是庙嘛，对吧？其实它是有细分的。我建议呢，大家到这里来玩，听导游讲解的呢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像小胖这样的话，还是需要做一点攻略，那么多去查一查网上的一些资料，然后你才能看懂。不然的话，你在这里就是这样，你啥都看不懂，对吧？那么出来旅游，不光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对吧？也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和历史。那像我呢，就比较去探索一些东西。那包括之前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我喜欢去了解什么是象神，对吧？然后象神为什么少一颗牙齿？什么叫拉胡？什么叫必打？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你知道什么叫4大天王，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18罗汉？就这东西你要是知道的，不知道你跑到这个庙里面来，你就真的看到就是一尊一尊金光闪闪的菩萨，对吧？其他你啥都看不懂。那至于边上那个大象是干嘛的？尤其像泰国的话，它受那种印度文化或者斯里兰卡那边的这种佛教的文化，那它会有很多那种蛇啊、龙啊这种类似于跟我们觉得跟怪兽一样的东西。但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就真的是看不懂。包括一样，这大家可以下这个 APP 上每一个建筑它都有它的标号，它标号你就可以听它讲解，这里中文讲解、英文讲解、泰语讲解都有，这有这个讲解的话，你就可以好很多。我们可以在这里拍照，一共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这是大皇宫。假如有家庭想要拍合影的话，可以叫我帮忙拍，不用客气，免费的哦。我们这导游就很好，免费的。不像别的导游一直推荐的这个自费那个购物，我们导游就是这个免费，这个也免费，这个我帮你，来这个我帮你给，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出来玩最舒服的状态。这个是大皇宫缩写所以游客们到这里拍照风景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要多拍一点非常的有特色。这个是阿尤特亚古城的缩写在这里拍照可以很漂亮的、很完整的记录到当时的这个建筑这在大城府现在还有吗？应该是没有了，全被毁了吗？大城府完全没有了，但是在大皇宫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建设它现在等于说是复刻版直接复出来的。对，就复制品嘛，复制品。对这个就是整一个现在等于说是暹罗古城最标志性的一个场景，对吧？对。这个就是整个暹罗古城的一个区域你看看1、2、3、4、5，一直到100多这个太大了。一般我们旅行团的话，只逛4个景点到5个景点。然后如果大家自己来的话，这个可以逛1天2天，我觉得1天2天都不一定逛得完。如果每个景点都要去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餐这个在暹罗古城里面自助餐280泰铢一个人的餐标，也就是55块钱一个人的餐标将近60块钱。想想看，这一个人的餐标，对吧？就算他们团队去拿，你估计也就个7、8折吧，估计也要人均40块钱左右的餐标。那觉得还行人均40很高了，这个餐标在团餐里面，对吧？毕竟是2499一团，一顿饭40餐标，那当然跟昨天的米其林不能，昨天那个米其林我觉得有点贵，我觉得人均7、80肯定是有，对吧？
我们现在坐在里面，里面就有空调，它也有坐外面的，我们就选择坐里面，里面凉快一点。因为我们很多国人啊，到泰国来，其实大家不会习惯，泰国人喜欢坐在外面吃的，然后我们国人是喜欢在里面吃。里面自助餐我们去看一点点。我们先看一下中午的一餐啊，炸鸡翅、香肠。你吃那么少啊？然后人是有点多，好像所有的零零团都在这里。那是猪脚、土豆、通心粉、包菜、蔬菜、打抛饭，这就是很基本的一个中餐。关键还有汤、水果。这西瓜看着就不错。那个西瓜看着不错。我们再去外面看看，它好像外面还有。然后饮料的话，泰国都是要额外付费的啊。这里的可乐卖多少？25铢，比外面贵了1倍。我们再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吃的。所以我先给大家拍，他们先拿。不过这里说要抢吧，好像它供货很足，是有很多人在抢，但是它不会空盘，你知道吧？我看这个炸鸡都堆成山了。这个是宋当。外面是泰餐了，海南鸡饭，外面是泰餐。这个好像是炸香蕉、炸番薯，对，这个也都自助餐的。还坐到船上，跟水上市场一样。这是米粉汤鬼屌，这是鬼屌啊，这是那个鸡蛋，那个什么也是鬼屌。所以你看。泰国导游就喜欢在这里吃，因为吃泰餐，然后里面的餐就会相对来说是一点中餐，所以这个餐厅也有很多选择，它有泰餐，有中餐。虽然说人多了一点，但是至少量它还能供得上。这个都是一样的。外面就是很简单的泰餐，拿份海南鸡饭吧。哎呀，怎么办？我这泰国待习惯的人，拿份海南鸡饭，来一小份的也蛮屌，是吧？然后我们再去拿我们的菜。我们就避开高峰，现在来拿，你看它的量都是无限供应的，你不管人多人少，对吧？你就挑个空点的时候来，你别3-4个团挤在一起，那人就很多。那现在就很空，该拿都能拿，这个东西都很不错。这个西瓜，我刚才吃了一盘，真好吃，再拿点西瓜。关键是这个汤也不错，一下推荐一下这个猪脚汤，你看。那么多人拿完以后，你看它是满一锅，来看呢，满一锅。它这个无限量供应是我见过自助餐里面供应的最快的，就从来没有断档过。尤其像主要的就是炸鸡啊、猪脚，你看都不会断档。这点是我觉得在作为团餐里面体验过的，我算觉得好。这个至少不敢说吃好吧，能吃饱。至少还有2样有兴趣的，我还能第2次来添盘，对吧？就这个西瓜真的好甜你看，所以它还是蛮丰富的。你看，猪脚啊、鸡腿啊、通心粉，关键水果都好大。可以吧？跟我们团友们吃的，你看，吃太多了。不过这个猪脚真蛮好吃。我们吃完饭了，就从这个暹罗古城离开了。现在就直接去芭提雅了。芭提雅第一站是真理寺，因为从北边过来嘛，其他这个行程我看安排蛮合理的，就下了北边过来，先到纳克真理寺，真理寺完了以后再去兰坡海鲜市场，那么今天行程就结束了。按照现在这个点，大概12点半，我们到真理寺的话，估计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因为大巴开比较慢嘛。基本就2点半到真理寺，我估计4点半左右出来，然后去兰坡完了以后结束，估计回到酒店，今天也就5点多，也还好也就这个行程就没赶，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暹罗古城，然后再加一个吃中饭，一个真理寺，一个兰坡，还比较那个先睡会儿。我这2天眼睛都没怎么好好休息。那地方都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是一个特区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听过这个美越战争时代吗？都没有美越战争在1961年到1975年间，美国跟越南在打仗。最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驻军基地它是弄在越南的这个国内的国土里面的。那后来呢，它经这个
他被这个越南把他的驻军基地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他已经是偏向输了。可是美国它是个强国哈，他不能轻易的认输。于是呢，怎么办？要继续跟美国打，跟那个越南打仗怎么办？就是要在邻近国家建一个驻军基地哈。所以经过观察之后，发现泰国的地理位置是最适合的啊。于是就跟泰国政府谈判。谈判之后呢，泰国政府想到以前我们泰国哈没有富有。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业哈，所以好山没有好山，好水没有好水。后来就想说，我们这个他和美国有利而无害哦，所以呢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呢，就是在这个帕提亚这边就是驻扎了这个最重要的景点叫做海军基地，一共驻军差不多20来万哈，比今天的这个帕提亚人口还要多哦。所以呢，四面八方的这个色情文化就对着这个老外的口味哈。这边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哈，后来呢，这个美国他打输之后，他是撤退之后呢，泰国呢就一下子又变就感觉空了哈，空了那怎么办哈？后来就想到要发展这个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呢，泰国没有好山也没有好水哈。怎么办？就把这个当年的这个老外喜欢的这些色情文化呢，就保留下来，用它来吸引外国游客啊，所以一直就保留到今天哈。那我们这边帕提亚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就是我们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哈，10个行人有5到8个是老外，所以很多老外在这边是长期定居的。还有什么海边的椰子文化呀？哈，有听过椰子树文化吗？就是帕提亚的椰子树哈，你不要随便去站，男生不要去站，站了会怎么样呢？就有人以为生意上门了哈。那女生不能去站，站了会怎么样呢？就是会有人来跟你问价钱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哈。这边在座的各位有听过吗？来帕提亚就是当一个男人来的哈，就是来体验帕提亚的这个叫做色情文化，就是有那方面的服务的哈。那假如全家老小来的话，就是来看一些这个叫什么成人秀表演的哈，就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去看秀都这样子，哎呦，站得好远，然后越看越近，越看越近哈，这样明白吗？就是为什么到这边都会看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中国你花10倍的价钱也不能看，因为在中国它是违法的哈。我也经常站在椰子树下，真的会有女生来问我价格，是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说在这边呢哈，除了这个成人秀这个的话是除了那个什么样的年纪适合看，就是18岁到100岁都可以看哈。我之前真的带过一个山东老爷爷，他就是79岁了哈，80岁的年龄，来到曼谷第1天就跟我说了。小张，那个帕提亚的成人秀，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的哈。结果带他去看了，你知道吗？因为这边的秀是那种循环场。什么叫做循环场？就是你进去了，他一直都在演，从6点钟一直演到12点。可是你进去的时候，看到你再一次看到的这个节目，就说明已经看完了哈。可是那位老先生呢？看到别人都出来很久了，他自己还不愿意出来哈。后来我就叫他妹妹去找他，因为我不知道他坐哪里，他妹跟他一起去看，他妹知道他坐哪里，他妹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你很奇怪耶，人家都出来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打算出来？他说屁屁整，我不相信那个东西是真的哈，所以我都忘记了我是不是看到重复的了哈。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文化哈，但是这边的秀场的话有7、8个场，假如我们晚上有想要去的，你们可以跟我报名，你不用去看7、8个秀场。好了，我们已经到了真理寺了啊！真理寺的话，网络购票就是在那边对票，然后现场买就是这边啊。然后到真理寺呢是这样的，小胖就不进去了。这个大家想看真理寺的视频啊，只是去我的主页的右上角可以搜这个真理寺视频啊。真理寺今天我就不进去了。然后呢，我呢刚才也为难一下导游，我说我现在可以脱团了嘛？我说我有个朋友约我吃饭，对吧？我说我先走了。他说那你待会儿兰坡海鲜市场不去啦，然后真理寺不去啦。我说我放弃，然后也没为难我，就让我签了个字，然后说走，然后还比较关心我，问我会不会打车，会不会打 Grab 啊，会不会打 Bolt 啊？我说我会打的，我说东南亚经常走，然后我现在就脱团了，然后也非常
顺利，也没有说为难我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不让我脱团或怎么样。就这可能就是落地闪拼跟正常购物团或自费团或者国内出来的团，我记得是不能脱团的，反正这个团是可以脱的啊。我刚才也给大家验证过了，我很顺利就直接脱团了，然后我现在就回家了。哎，我又回到了我的芭提雅，终于回来了。现在我们打车回家。哎呀，到了芭提雅了，整个人都豁然开朗。啊，我先回家洗漱，然后整理一下自己，有点事，主要，然后今天就脱团了，对吧？因为那几个真理寺跟南坡我已经拍了好多次了，我就不想再进去拍了。然后刚好又有一点事情啊，待会回去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好，我们回家放了放行李，把该洗的衣服洗了，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到酒店来入住。你说芭提雅有个酒店，对吧？那也不可能不住，对不对？然后这个酒店在哪里呢？在3路的那个上海餐厅对面，然后走到21航站楼或者都还好这个距离。反正我是开车过来的，我2天车就停在这里的，这样晚上还溜出去方便点。然后呢，把家里衣服该洗掉或怎么样，对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酒店到底怎么样。刚才网上我搜了一下，这个酒店呢好像没有曼谷的那个那么好，大概价值在2000泰铢左右。2000泰铢的话就是400块钱人民币，哎，那也还行。Excuse me, do you have booking? 6酒店，这个 Best West 啊，反正就这么个酒店，就在3路啊。然后它下面就是这里是早餐厅，然后这里是泳池，它的泳池大概在25米左右吧，啊，也算泳池酒店了。这个酒店目前外观看上去还是比较 OK 的，来，我们去房间看看。好，我的房间320就在电梯口。我们看看房间啊。亮了。哦，这是它的洗手间。哦，那还行，这洗手间。然后这是他的房间，标准大床房。已经很不错了。你跟团2499，电视机吓了我一跳。可以啊，这个酒店可以。那这次完美的团蛮好的呀，就是每个酒店入住，虽然说泰国酒店大家都知道是不会提供牙膏牙刷的，但是完美入住的时候全部是跟酒店说好，酒店会提供你牙刷牙膏加拖鞋。这个是我在泰国真的订了那么多酒店，除了超级5星以外啊，基本上都是没有酒店拖鞋的，可能他们有协议价吧。有协议的一个规则，然后就会送牙膏、牙刷、拖鞋。你别看这些东西买的话，20铢，对吧？你再加个牙膏，再加拖鞋，怎么样也要花个20-30块钱。好，我们来结个尾啊，就是今天整一个行程，再给大家重新再复述一遍。早上呢，我们是8点半出发，然后去了那个暹罗古城的72府，然后那个景点呢，应该就是跑男也去过的那个景点。那相对来说呢，它是把整个泰国啊，现在泰国是77个府还76个府，算上曼谷应该是一共77个，那么原来是72府。它把每个府的所有的标志性的建筑、所有的文化都融合在里面，包括建筑也是按照4:3的比例啊，就给它缩小。那么它是体现了整一个泰国文化都在里面。那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要做攻略的，或者是听里面的讲解，真的要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泰国历史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好玩。它类似于是缩小版的一个泰国。那么这个地方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中午在他们的园区里面就吃了个饭，那个饭呢是280泰铢一个人的餐标，对外卖，对吧？然后呢，相对来说人呢是比较多，因为有很多团队的游客啊或怎么样。但是呢，有一点是让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虽然在哄抢的情况下，它还能保证那个菜品的充足。这个大家看了我视频嘛，就是炸鸡没了又叠成山了，炸鸡没了又叠成山了，这个猪脚汤永远是满的。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是我吃过那么多自助餐里面没有一个能做到那么及时的，哪怕5星级酒店的早餐好像也没有那么及时，对吧？就能填补到那个速度。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呢，我们就去了，就到了芭提雅。到了芭提雅以后呢，参观真理寺，然后呢兰坡海鲜。那真理寺跟兰坡海鲜呢，小芳没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视频拍过好多次真理寺，然后也拍了好多次兰坡，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这2个行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对吧？然后呢，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新加坡回来以后，我直接跟团了嘛，身上衣服大小就都没洗，所以就偷了个懒，然后就回家去把衣服给洗了，然后就又住到这个酒店来。那么酒店这个环节也给大家拍了。那这个酒店呢，基本上就
价值2000铢左右，大概在400块钱人民币不到一点，350到400左右啊，这么一个酒店。那么我觉得这个酒店也是非常 OK 了，因为自己在网上订的话也要这个价格，包括它有泳池或怎么样。那整一个体验呢，到今天就目前为止呢，第二天的行程，对，第二天就正儿八经的一个结束了。那么很多人会关心，哎，这个有没有自费项目啊，或者说有没有购物项目啊？那么我给大家说最实话，我这个人喜欢揭幕行业内幕，你知道吧？因为曼谷我可能不了解，芭提雅我太了解了。首先购物点目前是一个都没有，我没看到。你说有没有自费项目？导游有没有推销？有的，但是他那个推销不像网上一样的，说你不买啊，你出来丢人啊，就这种恶心的话没有，你知道吧？他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哎，这里有这么一个秀，有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大家有包括按摩，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来找我报名，如果大家没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自由活动，自己解散，就它会让人很舒服，对吧？就是甚至导游还说一句，如果你们自己有渠道购买的，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购买，不是说一定要到这里买的。如果说你们没有什么渠道去购买，那就到我这里买。说句不好听的，这话是我见过哪个导游有这个底气讲这话？这个是我是觉得，就真的让我有点想不明白。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哎，就是我跟团游会被坑，包括有很多人在我的评论下留言，就是哎，跟团游被坑怎么样？因为我之前最早也跟过团，我也听过那些导游恶心的话，我也经历过那种云南的那种恶心人是吧？甚至关在里面不让走的或怎么样，这都有，包括出来玩的，甚至连侮辱人格都有。但是我第一次能听到这样的导游，就是我有这么个东西，但我要告诉你，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对吧？但是买不买随便你。我蛮想不通的，而且这话就是他说的会让人很舒服。的确，我们团也有人问他购买的，然后我去了解一下价格，因为芭提雅所有的门票秀场，小胖最了解的，对不对？一般来说，比如说看秀买1500铢，所有的旅行团据我了解都是买1500铢的，而我们团不是。那个导游卖的价格，说句不该说的，比我卖的低，比我平时给我朋友买的票要低。这是让我最夸张的，就是包括他推荐那个 SPA， 很多人会去就是很多团队他会去那种团队的 SPA， 三路上上海餐厅边上有一家 SPA， 对吧？而我们导游推荐你知道是哪吗？是绿洲，就是芭提雅最好的 SPA，1600铢，真的，这个你官方就是这个价格，你自己去也是这个价格，可能导游跟他合作，可能有个10%的回扣啊，怎么样？100多铢、200铢的一个回扣，我认为这个已经是很良心了。而且我不知道订的人有没有，最后因为我后面脱团了嘛，对吧？包括我们整个团上也没有说有一个单身男性，对吧？那导游也说了，就说如果你要去泰域啊或干嘛也可以联系我，但是就这一句话，就只说了这一句，没有说第二句。但凡说你们要过来消费啊干嘛，这恶心的话，我是很反感。我真希望他今天说这话，他今天说这话，我还有个视频素材，对吧？的确没有，这让我很夸张。反正全程他就把这个产品就是很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哎，就说这里芭提雅来看秀，然后有类似于什么按摩，然后如果单身男生的话就是个泰语，如果大家有需要就联系我。OK， 就这么多。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不能算一个自费项目，你要算也行，至少他推销了。但是推销是没毛病，因为不代表每个人都有渠道去购买。那么明天的行程呢是去沙美岛，沙美岛就是水上项目了，这个我就要再去探探猫腻了。这个水上项目它到底是卖的多贵？我相信推销肯定有，比如大家想玩什么的，不会泰语的你可以来找我帮你去沟通，对吧？但是我会再去观察它那个价格，因为像芭提雅、沙美岛，基本上这个价格我心里是有数的，大概的利润空间我是有数的，对吧？因为像很多团出去，据我了解，普通的自费团应该是看秀加上出海加上什么，应该是卖1500人民币吧，800到1500，什么3个项目，或者说是按摩、看秀什么东西800，反正有好几个套餐，800人民币、1000人民币、1500的，对吧？这个目前来说我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自费的一个项目。那么我这趟去跟团，大家别觉得我是为了好像要干嘛干嘛，其实对于小胖来说很简单，我就想看看一个不一样的。说句不该说的，但凡今天是购物团或自费团，我压根不会有兴趣去，我去都不会去，那干嘛呢？败自己人品的事情。因为泰国的旅游团我太了解了，对吧？我就想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一个落地散屏到底跟国内做的那跟团一不一样。那么包括今天群里面有一个兄弟，他发了一个3180块钱包机票6天5夜，
我看完那个行程以后，1、2、3、4、5、6个坑，我们群里面都在给大家找坑，就发现5、6个坑，你知道吧？所以说整个东西我会再体验完，那整个体验完我再给大家说吧。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酒店，大家去跟团的时候看酒店，其实就能看出这个团好不好。但凡这个团他的酒店是在市中心的，像我们芭提雅住的是3路，还有一户人家住的是4巷，住的是市区，就芭提雅中心区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凡你住在中天那中天的，你就听小胖的，你这个团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有些团会住在哪里？住在邦瑟瑞，你知道吧？这个地方都靠近罗永府了，这个都快出省了，对吧？这个比四方水上市场还远，你打个车去步行街10几公里的，对吧？大家可能国内来没有这概念，觉得10几公里很近。我还是那句话，芭提雅超过3公里都是很远的地方，你就看你。如果真的要跟团没有问题，也不是你去报其他团，你就看他酒店，他一般酒店会有几家推荐酒店，1家、2家、3家、4家，你把这些酒店在地图上搜一搜，但凡在中天或者那中天的，在我眼里就没有一个好团，这是一定，好吧？这个天色也不早了，视频也剪了很晚了啊，我就不跟大家唠了，各位拜拜拜拜。